100万买的金条涨到150万，银行不愿收，金店也只出90万，为啥？小陈最近为一件事苦恼了许久，原来他3年前在金价很低的时候购买了一批黄金，当时买入价格是100万，这2年金价持续上涨，之前100万的黄金，按照现在的客价算已经有150万了，这让小陈兴奋不已，赶紧带着黄金到了银行准备兑换成现金。可是到了银行之后，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他所买的黄金不是银行所发行代销的，银行不能提供回收业务。小陈随后又去了金店去处理，可是按照克重价值有150万的黄金，金店只能给到90万的回收价格。这下小陈慌了神，赶忙找自己学金融的老同学解惑。黄金不是硬通货吗？怎么银行不收，金店只愿意给这么低的价格？一、银行收购黄金有标准。黄金回购是国家管控的重点业务，有详细的流程和标准，回收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对黄金的品牌、含量、外形完整度都有要求，只要不符合其中的标注，银行就有权利拒绝回购。那么需要符合哪些标准，银行才能回购黄金呢？一、需要有合规的发票证书。如果是在银行购买的黄金，需要提供完整且合规的发票和银行购买凭证，这是银行用来判断黄金含量和销售处是否合法的重要手段。如果不是从银行购买或者没有发票和购买凭证的话，银行是可以拒绝回收的。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防止有部分不法分子把不明收入的黄金兑换成现金。所以如果购买黄金时，一定要保存好自己的购买小票。如果没有购买小票，等到想要把买的黄金拿去变现时，银行是绝对会拒绝收购的。二、黄金保持完整度。一般大额的黄金购买都是采用金条的方式，购买的黄金需要保持一定的完整度，没有磕碰，克重和外观尺寸需要符合购买凭证的信息。如果金条有磨损或者磕碰划痕，会影响回收价格，甚至有可能导致银行直接拒绝回收。三、纯度要有保证。银行回购的黄金纯度一般都要保持在 99% 到99%以上，这个纯度的黄金才符合银行回购标准。如果购买时没有看清，购入的黄金纯度低于这个数值，那么大概率就会被银行拒收。对于黄金的纯度，银行一般会有专业的鉴定仪器，不过鉴定费用需要客户自行承担。需要注意的是，有些银行的黄金鉴定机构会指定某一个或几个网点进行。去银行回购黄金前要了解清楚。二、银行回购黄金推三阻四。如果有去过银行办理回购黄金的，一定会遇到银行的推三阻四，要不就是直接拒绝。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现在黄金并不能作为流通货币，银行回收的过程只能赚取手续费和鉴定费的利润。但是黄金回收以后需要重新熔炼，这期间就会大量占用资金库存。如果没有及时转手出去，对于银行来说也是一种损失。举个例子来讲，比如黄金价格400元每克，而金条的价格一般是410元每克左右。此外，金价是有一定的浮动的。如果回收回去的黄金长时间没有抛售出去，对于银行是有很大的资金风险的，所以银行不愿意回收黄金。三、金店回收黄金套路多。现在满大街都是金店回收的店铺，打着高价回收的招牌，其实回收的价格比银行回收的价格低很多，甚至有人分享金店回收价只有银行回购价格的一半。那么到底为什么金店回收价格能少这么多？一、缺金少量横行。大家都知道，黄金是贵重金属，单价都是以克论价，所以有很多不法商家就对称做了手脚，有些甚至能把克重打8折。广州就曾经报道过，一家金店回收黄金，把原本88克的金条称重后只有76克。这种情况在黄金回收的金店里面比比皆是。还有就是有一部分商家会对卖家虚假宣传，告知卖家黄金的纯度不够，或者黄金熔炼后会有杂质，按照杂质再扣除一定的克数。还有一部分商家会故意将黄金的纯度检验数据作假，
有些实际测量的纯度 99.99%会被商家以纯度不够为由，故意压低价格，从而降低售价，减少回收的总价。2. 金店回收价格低。金店回收价格一般会比银行回收的价格低 20% 左右，但也会根据黄金的国际价格随时调整。比如国际金价400元每克，回收价格可能在350左右。这也是许多金店回收价格比自己算出来的价格相差很大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对于回购的价格虽然和国际金价也有一定差异，但是绝没有金店回收的差异这么大。银行一般差异会在 5% 左右，而且会根据实时汇率随时调整。3. 金店回收各种隐性收费多。有一部分金店会事先和卖主闲聊，通过各种套话了解卖主对于自己要出售黄金的了解情况，以此来判断收取的手续费比例。如果了解卖主不了解行情，对于黄金的纯度和价格不是很了解的，一般会收取各种比例的手续费、折旧费、损耗费等。这些费用金额不等，会根据卖主的实际情况来收取，有些急卖或者不懂的卖主，甚至会收取高达总价 20% 的隐性费用。但是正规黄金回收一般只看纯度，只要纯度没有问题，常规回收价格比国际金价低10元左右是正常范围。纯度高于 99.9% 的黄金，重量偏差不是很大的话，损耗的重量一般控制在 0.01 到 0.05 克之间。大家如果去出售自己的黄金，一定要擦亮双眼，事先做好准备，了解一下自己的黄金克重。如果金店回收的价格相差过大，或者收取什么手续费、损耗费的，一定要仔细分辨，避免吃亏上当。4. 黄金涨势喜人，想要投资这几点一定要注意。俗话说盛世文物，乱世黄金。黄金由于其贵金属的稀缺性，一直是几千年来的硬通货。即使现在黄金不作为主要流通货币，依旧具有一定的投资属性。最近几年黄金的价格持续走高，也就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投资黄金。但是如果真想要投资黄金，这几点你真的了解吗？1. 黄金价格还能不能涨？现在黄金价格持续走高，每克黄金在金店售价已经突破700元大关了，很多人又开始盲目进行了淘金热。央行也已经连续17个月选择加仓黄金，市面看上去一片大好。那现在还是不是进入黄金市场的最好时机呢？我国的经济学家前几天发布声明称，现在黄金的上涨受益于俄乌战争、巴以冲突等地缘风险影响，近期可能会持续上涨。由于黄金具有极高的稳定性，作为不稳定时期的重要资产锚定物，是会出现哄抢而上涨的。再加上美联储近期放出降息消息，以应对通货膨胀，致使黄金作为货币对冲产品，价格将继续上涨，但是这个周期不会太长。从长期数据来看，黄金并不能有效对冲通货膨胀。以史为鉴，黄金的近20年年周期增长回报率只有 8%， 远低于大部分股票和长期债券。因此专家建议，短期投资黄金可以作为考虑的产品。如果想要长期持有，不建议现在入场投资黄金。2. 别把鸡蛋放进同一个篮子。投资市场有一个至理名言叫做追涨杀跌，形容的是许多散户会等到投资物在最高点时追涨入场，但是散户又没有足够的定力应对投资品的下行趋势，在产品的震荡中杀跌卖出。这种行为被网友戏称为割韭菜。如果现在入场黄金，一定要尽量保守，别把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到黄金这单一领域中，可以多选择几个赛道，适当的把资金分散，尽量降低投资的风险，完成资金的风险对冲，不要一意孤行。3. 实体黄金和黄金基金如何选？黄金投资目前主流的有实体黄金和黄金 ETF。实体黄金是金店或者银行出售的投资金条。实体黄金的好处是可以长期保有，能够携带，有一定的收藏属性。不过实体黄金在交易时候会有一定的差价，而且保存需要有一定的专业性，如果保存不当会导致价格受损。
黄金基金则不会有价格差异，能够实时交易，和国际金价波动一致，能够做波峰交易，交易成本较低。但是黄金基金每年需要一定的托管费用和交易经纪费，长期持有的话成本还是偏高。如果想要长期持有，建议购买实体投资黄金。如果只是短期投资，则可以考虑相关黄金 ETF 基金。结语：投资界有一句万年不变的定律，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近期黄金的价格涨势凶猛，但是如果想要入市，也需要多做了解，规避风险，仔细分析各种影响。如果之前已经布局黄金投资的，要保存好相关的手续，科学的保存实体黄金，以免银行回购时出现问题。